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主板上面的一个电子元件。这是一个电视机的主板，这种小元件用的比较多，在电脑主板上用的也特别多。我们看一下，它是有8个角，它不是什么芯片，它是一个电阻，这个贴片电阻，它叫做排阻。这一个电阻就相当于4个电阻在这儿排列着，排列了4个。8个角，然后上面一个角和下边一个角相对应的，这是一个电阻，然后上面第2个和下边第2个，这是第2个电阻，以此类推，这是3个、4个。它的测量方法和这种单独的电阻测量方法是一样的，然后它的上面的这个编号代码和这个单独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330，这就是一个33欧的，这个0不用管它，看前面2位数字。测量方法，这样一组一组的测量，对，就这样测量。如果发现哪一组组织不对，就把这个整个换掉，这是一个一体的。这种排阻大部分用在这种像这些数据主板上面，比如是电视机主板或者是电脑主板，一般这一方面用的比较多。它在电源上面一般用的太少，我没有见过。这个排阻在更换的时候，我们选一个和它组织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然后它的外观最好还是一样的，不要比它小了，小的话可能会不太耐用。好了，今天这个排阻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平时我们使用的这些干电池没有电了，假如没有时间去买怎么办呢？其实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给它们恢复满电。方法呢非常的简单，比如这种1.5伏的电池没电了后呢，我们可以用个手机充电器给它恢复满电。而这种9伏的干电池呢，没电了后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给它恢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用一个这样的12伏的，家里找个这样的12伏的电源，就可以10秒钟给它恢复满电。我们来看一下这2块电池，我们在给它恢复满电之前呢，首先先来测量一下，看它还有多少的电。等会儿我们给它恢复完后做一个对比。我们来看，先来看一下这块绿色的电池，你看现在它是8.7伏。我们再来看这块黑色的，它电只有2.43伏。你看这是个9伏的，现在只有2.47伏，说明它的一点电没有了。我们呢就是给它先来恢复满电。我们来看，把这个电源拿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电源插头上面给它先接2条线出来。等会儿我们开始给它恢复满电，把这个红色的是正极接在电源中间的位置，然后再找一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电源插头外圈上，外圈它是负极。我们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在这2条线上面呢接2个夹子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看使用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源上面，然后呢把这2个夹子分别给它夹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这儿都有标注啊，看这儿是一个负极，我们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夹在负极上面，另外一侧就是正极，把红色的线给它加上。我们看就这样呢10秒钟就可以给它恢复满电了。我们看先这样等待一会儿，10秒钟到了以后呢，给它先断开电，断开个5-6秒以后呢，再给它加上，再来给它恢复，就这样循环着5-6次就可以把它给恢复到满电。然后每次呢不要超过10秒钟，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断一下电，每隔10秒钟断一下，然后再给它加上。好，现在呢已经给它充了4次了，我们把这个夹子都给它拿掉，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恢复了多少电了。刚才是2.43是吧？我们再来测量，你看现在是9.04伏，是不是？我们再来看9.04、9.02，看到没有？已经给它恢复满电了。经过这样恢复完以后这个电池再用上1个月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
今天才发现，原来报废的切割片用剪刀把它剪开后，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角磨机上使用的报废的切割片，已经扎片了。我们呢用剪刀给它剪开。首先呢，先找一个瓶盖，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无论是扎片或者是这种坏片，我们都可以使用。我们来看，把瓶盖给它放上去以后，用个锋利一点的剪刀。我们把它剪开，我们看，把多余的给它先剪掉。经常使用角磨机的，其实啊，像这种坏片，如果坏了扔的话，还是比较可惜的。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剪一个圆形的出来。我们看，就这样剪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找一个木板，把它放到木板上面。接下来呢，用个壁纸刀。在这个中间的位置给它先弄个孔出来。如果有电钻呢，其实用电钻打个孔也可以。开好孔以后呢，然后再找一条螺丝，把它穿到孔中间。穿完以后呢，在这边再给它拧个螺丝帽，把它拧上。我们来看，把它拧到底。然后呢，用钳子把它夹住，用螺丝刀给它拧紧。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好用的切割片就制作好了，也可以当做打磨片来使用。把它安装到打磨机上使用还是非常好用的。如果没有打磨机，其实啊，把它装到手电钻上也是非常好用的。我们来看，把它装上去，我们来测试一下，来看一下效果，还非常不错的啊。平时呢，我们用它可以在一些狭小空间来干活使用。角磨机，假如这个管道啊，角磨机没有空间太小，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它。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先来测一下这个矿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切割的还是非常好用的。再来切这木板来看一下，也是不错的啊。无论切木板还是塑料都是没问题。然后呢，它也可以来打磨工具来使用啊。我们看，可以当个小打磨机来使用。像螺丝刀啦，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来使用。你看，打磨的非常的亮，是不是？这个啊就是废旧的锯片啊，其实它用剪刀给它剪开后，这样用价值非常的高。如果把它扔掉的话，分文不值，这样非常的实用啊。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台电磁炉，客户说是不能正常加热，我们通上电试一下。这些按键。可能放时间长了吧，按键都不管用了。要总算管用了，这些按键都不行了。长时间不使用，按键坏了这是。然后加热一下，停一下。目前这个电磁炉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按键按了好多下才管用，它这个就是触点开关坏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给它换这个触点开关。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电磁炉是加热一会儿停一会儿。这个问题就是这块板子的问题。检查这个主板和以前的方法是一样，特别简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板，如果主板上有这个可调电阻的话，我们第一个怀疑就是它。一般的我都不用测量，直接把它换了，大部分都能修好。一般可以修90%的电磁炉吧。它这个就是可调电阻，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阻值就会变大，然后它就会出现这种间歇加热。这个我们等会儿也是直接把它换掉，试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板拆下来，换触点开关。像这种触点开关换的话是最好都给它换成新的。你如果不都换成新的，你今天换一个，明天说不定下边一个又不行了。所以说直接都给它全换了，拆一回也不容易。这个触点开关特别便宜，在每个角再加点焊锡，这样的话焊得更牢固。已经都换好了，这个更换的话也非常简单。现在把这个可调电阻拆下来。
旧的是103，这是一个10K 的，我们找个同型号的。然后我这个是个卧式的，这个旧的是个立式的。卧式和立式它这个区别现在就是，我这个引脚挨得比较远，我们可以给它这样改一下、捏一下，让它距离一样的话就可以安装了。现在这个已经装上去了，这个卧式的和立式的它都是通用的，它只是外观有点区别。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机器装起来，我们试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们开下机，好吧，这个按键特别好用。现在这个电磁炉就已经修好了，问题特别的简单。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前2天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小电摩，就这个，今天已经到货了，感觉用的挺方便，这个特别小巧。这个是6块钱包邮买的，然后还带一个电源，感觉挺经济实惠的，以后打磨小东西就方便多了。就这个产品，这个是拍的时候是37.9块，然后收到货以后它再返30，就是7.9块。这一款小的和一款稍微大一点的，它一共这是2款，价格都是一样的。它后台说是随机发货，我这个发过来的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拍下的时候是37.9块，我用支付宝红包，然后是便宜了1.88元，就是到手价这是36.02块，然后他到时候再给我返30，就是6.02块买到手的。我们现在通上电测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感觉挺不错。这个是最便宜的，因为它没有单位调速开关，只有一个总开关。我买的这个也没有买套装，不带一些工具头什么的，那些以后自己单买。这么便宜，把它拆开看一下，看它内部到底都有什么东西。这个和我这个手枪赞是一个牌子，我们就用这个把它拆开。打开了，这个非常简单，就一个开关，一个电机，别的没有什么东西，看着挺简单的。6块钱包邮，一个这个还有一个电源，感觉挺划算的。就一个电源买也最少得5块钱吧，这就相当于1块钱了。我们把电机取出来看一下。这是个小直流电机，然后这儿一个轴承，这就是开关，很简单。这个就这些东西也划算啊，一共6块钱。朋友们感觉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收了一堆电子垃圾，我们打开看都有什么东西。就是有2个对讲机，然后2个充电器，这是3块电池，这个是光猫。这是一个电信的光猫，然后这个是有路由器功能，2合1的。这个天线已经坏了，这个天线没有了已经。看一下对讲机，欢迎使用，还行，这能开机。欢迎使用都能使用这个。他们家是搬家了，所以不要了。他们家以前是做工地上包工头。现在搬家，所以这些都不要了，嫌碍事了。试一下能不能使用。喂，还能用啊。喂，都能使用。然后这是3块电池，
这两个充电器，试一下充电器还能不能用。充电器通电，它是绿色的灯，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充。接触不好，还行，还能充，都能使用，还不错啊。再试一下这些电池，看能不能使用。欢迎使用这电池也是能用，都是好的。看这一块，欢迎使用这一块也能用，欢迎使用电池都能使用，很不错，挺划算的。然后就是这个了，这个是坏的，然后换了个天线，这个应该也不影响使用。这个猫用的是12伏1安的电源，这个来的时候也没有电源，就有个这个，我给它配个电源试一下。这是我给它配的电源，还行，这个能开机，这个应该也不坏。这一堆是我15块钱回收的，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使用，我就当废品收吧。现在感觉挺超值的，对讲机最起码都可以使用。然后出去旅游的话，去山里边，特别是手机信号不好，可以用个对讲机，玩玩什么的，挺不错，我感觉挺划算的。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才知道，原来把钱放到手机上面，立马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假币比较多，无论是这种50的或者是100的人民币呢，只要它是假币，把它放到手机上，立马就可以原形毕露。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使用的时候，先把手机，我们看，先把上面这个手机上面的闪光灯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通过这个灯光就可以快速的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币或者假币。我们看啊，打开闪光灯以后，然后我们看，把这个钱呢放到这个，通过这个闪光灯啊，可以看到这边有个50的，你可以看到啊，有个50的水印。然后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一个毛爷爷的图像，是吧？如果不借助灯光的时候啊，是很难看清楚它的。如果呢，我们看到这个50的水印特别的清晰，就说明啊，它是个真币。如果假币，它是做不出来这个水印的。就算做出来这个水印啊，它也非常的模糊，根本啊一点不清晰。包括后面这个毛爷爷的图像也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再看一下上面这条金线。可以看啊，通过这个灯光的时候呢，从后面你可以看到，你看上面是有个50的，是不是？这个上面的字啊，非常的清晰，上面的字，如果没有手机，你根本是看不清的。这是第二个。然后呢，再看一下，把这个拿到这边来看。现在呢，来反转这个钱，可以看到这个金线它是变颜色的，看现在是黄绿颜色，是不是？你看把它这样反转过来，就变成紫色了。它是可以变颜色的，如果是假币呢，它也不会变颜色，通过这儿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它就是个真币。然后再看一下这个20的，我们来看，也是一样的。你看这儿可以看到个荷花，然后这儿还有个20的水印，也特别的清晰，是吧？还有这边这个金线，你看金线上面这个字20非常的清晰，然后这样呢也可以变颜色，是吧？你看这样是黄色。到这儿就可以变成紫色了，可以变颜色，说明它就是个真币。假币呢是根本做不出来这几点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方法。还有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没有手机，其实呢手里边只要有张白纸，也可以立马知道这个钱它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来看，我们呢把这个人民币只要在这个白纸上面划一下，也能快速的判断出它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看假币，只要往这上面划的时候啊，它是假币是不变颜色的，真币可以变颜色。我们看划几下后，我们看，你看是变颜色的，是吧？只要变颜色就说明它是个真的。假的为什么不掉颜色呢？因为假币啊，它是印刷上去的，它是无论怎么磨它都不会掉颜色的。只要掉颜色就说明它也是个真的。怎么样呢？这个方法只需要一个手机或者一张白纸，就能立马知道它是真的假的。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今天修一台电脑，客户说是不开机，然后我们点一下开机键试一下。电脑是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开机没有反应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这个电源有问题了，它也会出现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就是主板，第三就是开机键。
这3种有一个坏的，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一步步的排除。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看它有没有问题。检查电源的话也非常简单，电脑这个底座这儿有一条绿色的线，绿色的线和黑色的线，然后用个镊子给它短接一下，看风扇转不转。风扇可以转动，一般的就是可以大概的判断为这个电源不坏。这边都是安全电压，用镊子是没问题的，它不会电人的。这个电源不坏，那剩下就是这个主板或者是开机键有问题了。我们现在排除一下开机键有没有问题。我们首先要找到开机键的它这个插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个耳机插孔，这写着 Audio，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边上写的是 USB， 这个是 USB 的，也不用管它。然后就是剩下另外一个的了，另外这一个它就是连接开机键的。大部分主板上都写着有那个标注，就是 POWER， 那2条线就是开机键。有的一些品牌电脑，它上面没有标注，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是开机键，然后我们把这个壳打开，找到它的2条线。这儿有3个卡的，我们给它抠开，然后这个盖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然后开关在这儿，这个是电脑的开机键，它是个触点开关。然后看这个白线和黑线是连接在这个开关上面的。我们通上电，然后这样短接一下这个开关，看它电脑能不能启动，或者是在主板上短接这个白色和黑色这2条线也可以。如果一短接一下，电脑能启动了，就证明是这个开关坏了。我们来短接一下，这儿是不会电人的，这儿也是安全电压。好，现在电脑开机了已经，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坏了。这个开机键我已经换上去了，这个是坏的。朋友们，如果没有这个开机键的情况下，也可以不用更换它。还有个应急的方法，就是这个白线黑线给它剪断，拽出电脑的外边来，然后拨出来线头。开机的时候就是这2条线让它互相连一下，连一下以后，然后电脑就能开机。然后这个它也不会电人，才3.3伏的电压是非常安全的。然后点下开机，好，没问题，电脑已经开了。XP 系统，现在电脑已经打开了。像这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这个开机键坏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才知道，原来用一个普通的铁垫就可以快速的把2个一样粗的硬水管给它接起来。没有对接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而且用它接好的水管特别耐高压，而且它不漏水。这个操作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看，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铁垫，我们找这个铁垫的时候啊，这个铁垫的直径要比这个水管直径让它稍微大一点，只要大不小就行。看这个稍微有点太大了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用个钳子，我们来看，用个钳子夹住它，然后呢，先把这个铁垫给它修整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在接水管的时候没有对接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看，先给它折一下，给它折弯了。我们看折弯了以后，然后呢再来对比一下，你看这样就差不多了，是不是？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拧在手电钻上面，我们把它给拧牢固了。拧牢固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用它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管给它扩下口，先给它扩一个喇叭口出来。我们来看，就这样转几圈，哎，这个口就给它扩大了。我们看，扩大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扩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水管塞进去试一下。你看啊，我们看是没问题的，可以塞进去的。塞进去以后呢，我们不能这样直接接上，因为这样直接接上啊，它是会漏水的。我们把它先弄开，然后呢，我们在接之前，先在上面呢，我们给它抹点防水胶。你看，抹上防水胶以后，我们把这管再给它接起来。接好了之后，然后呢，它是不耐高压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水管上面可以给它再
绑一个爆箍，紧紧的给它拧紧了，这样就非常牢固了，而且压力再大也不会把它撑开，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用完的干电池，没电的干电池不要再扔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值钱的宝贝，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个里面啊，这个宝贝其实它有2个功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一个都非常好用。我们来看，用个东西直接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先拆开，让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宝贝。大家呢有的一些人他知道里面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不知道具体怎么用。我们看，把这电池从这正极这一头，我们给它拨开来以后，然后呢用钳子夹住上面的正极，这样一拔，我们来看，你看仔细看，这样一拔就出来了，是吧？把它拔出来之后呢，这个东西叫做个碳棒，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它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我们用纸给它擦一擦，擦干净了，然后给大家分享第一个用处啊，很多人呢都没有见过。这时我们在家里可以找个就这样的12伏的电源，然后呢在电源这个插头上面呢，我们给它接2条线，这样呢就可以立马让这个碳棒，第一个功能呢就可以让它立马变成是一个电焊机，焊一些金属啊，或者是不锈钢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再也不需要用电焊机了。在这个中间接一条红色的线，就这2条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焊接的效果啊。夹入碳棒，然后呢我们在需要焊接的这个金属上面，我们把黑色的夹子给它夹上，夹上去以后呢，我们仔细来看，现在我们可以往上面来焊个铜的东西啊，不锈钢来焊铜。你看啊，不需要焊一丝，也不需要注上膏，直接这样就可以往上焊。仔细看，你看效果非常好，你看怎么样呢？你看立马就把这个线焊上了，是不是？你瞅瞅，看一下焊的这根线的效果非常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呢再来焊一个来看一下，来仔细看，你看和电焊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第2个功能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黑色的夹子把它拿下来，夹在焊锡丝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用的电烙铁就做好了，不需要预热，直接就可以化锡了，是吧？化锡速度非常的快，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废旧电池里面一个值钱的宝贝，是不是非常实用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焊接这种多角芯片的一些焊接技巧。这个视频非常适合电子爱好者或者是初学的朋友们观看，如果是老手的话可以略过。就是我们用烙铁焊接的时候，这些引角它是距离挨得比较近，烙铁很容易给它焊连。我会教大家一个方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焊接先找到它的，先给它定个位，这个芯片这儿是有个记号，然后我们看这个主板这儿有个豁口，这意思就这个冲在这块是这样安装的。芯片和下边主板这个让它对齐，然后用手指摁住这个芯片，我们就开始用烙铁开始焊。先焊4个角，把这个芯片给它定住，固定一下。然后我们上点焊锡丝，假如我们在焊接的时候上的锡上的太多了，然后它都在连到一块了，然后这个锡也弄不下来，怎么办？看到没有，这些锡都是多余的，它都连在一块了，这样会短路的。我们要把多余的锡给它都去掉，我们就需要用这种吸线把多余的锡给它吸下来。如果是电子爱好者手里边没有这个吸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这种，可以用一个这个细铜丝，就是电源线，把这个皮剥掉以后，用这个也可以把多余的锡给吸下来。这个对电子爱好者来说是比较实用的，因为买个这个它也不便宜，因为你也不是经常做维修的，也不需要买这个，所以用这种就可以了。把多余的都吸下来，
现在看到了吧？这些多余的锡已经都吸下来了，现在没有短路的情况。这个方法非常适合应急使用。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再见。瓶子上面的盖儿拧得太紧了，无论怎么拧都把它打不开，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绳子，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它们快速的打开瓶盖。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我们看，无论是这种水杯上面的盖子，还是这种瓶盖，或者是这种上面的瓶盖，当我们把它想打开的时候，无论怎么拧，把它拧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绳子，比如就这个水杯，你看因为拧得太紧了，打的时候呢，怎么拧把它都拧不开。我们看，因为拧的时候呢，用不上力，这边呢也没有这个防滑的设计，这样拧的时候手始终抓不住它，也用不上力，拧不开，怎么办？你看然后我们来垫个毛巾再来测试一下，也是不行的，非常打滑，根本抓不住，拧不开。我们来看，现在我们用这个绳子教大家如何1秒钟快速的把它打开。首先呢，我们找一段绳子，我们来看，把这2头给它先系一下。我们看，先把它绑在一起，就这样绑好以后，就是一个这样的圆环的形状。然后呢，我们给它折叠一下，你看，弄成这个样子以后，接下来我们弄点水，先把这绳子泡一下，只是给它泡湿了就行。泡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绳子给它套在这个盖上面。套好了以后呢，接下来这边我们在家里可以找个筷子一次性筷子或者是其他的筷子也可以，穿过来以后，这样一直旋转这个绳子，让它拧紧瓶子盖，让它收紧，收得越紧效果越好。你看收紧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开始拧这个瓶子盖，收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拧我们来看一下，收紧了以后，这样一拧就开了。我们仔细看，这样相当于是借助一个杠杆的力量，看打开了，是不是非常的速度快，是吧？只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它给打开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聊一会儿贴片电阻。电路板上面像这种贴片电阻是非常多的，也比较常见。贴片电阻它的编号有3位数的，也有4位数的。今天我们不聊它们，今天我们主要就聊一下这个1位数的，像这种贴片电阻，这个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1位数，它是一个0，它这个0的意思是它这个阻值是0欧姆，意思就是它没有阻值。这块板子上有好几个0欧姆的，看一下这些都是。它既然是0欧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块？它为什么会设计这个0欧姆的电阻？仔细观察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些电阻下面中间它都有一条线，都有线。这个电阻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它在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桥梁，从这儿跨过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情况下，它这条线从这儿想走到这边来，它是不可能过来的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电源板它是个单层板的，所以想要从这边引到这边来，它就加一个这个0欧姆电阻，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跳线，它有个跳线的作用。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相当于是一个熔断丝。如果在这条线上面它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给烧断。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烧坏了，然后我们就需要检查这一路，看看有没有别的坏的元器件。都修好的情况下，如果手头没有这个0欧姆电阻，我们可以直接连一条线，直接给它连过来，这样也可以应急使用。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还是找一个0欧姆的电阻给它装上。0欧姆电阻，我个人认为它就这2种作用，一个就是熔断丝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跳线的作用。朋友们如果还有别的看法的话，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我们下期再见。